哈喽，大家好，我是谢木君，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草帽海贼团不做海贼的海贼王番外篇。小镇迎来了盛夏时节，比天气更炎热的是当地百姓对抬神教比赛的热情。毕竟这场比赛100年才举办一次，这么稀有的比赛，奖品也是很了不起。据说大赛的优胜者能够获得在神社中沉睡了上百年的宝物，它可以实现许愿者的任何愿望。听到宝物能实现任何愿望，卷奶也好奇地从后厨走了出来。乌索普告诉卷奶关于这件宝物的传说，神社的宝物100年才开翁一次，具有可以实现任何愿望的神奇力量。以前有个捕头向他许愿，没多久就成为了武士。后来还有一位厨师向他许愿，然后他就和城里最漂亮的女人结婚了。听到能许愿和美女相伴，乌索普和山治都开始想入非非，路飞也期盼着能够获得吃不完的美食。大家立即决定参加抬神教大会。娜美却对这种能够许愿的宝贝没有兴趣，她觉得这东西不太现实，比赛还会让自己满身臭汗。乔巴马上补充了赢得比赛的另一项奖品，获胜者能够得到100万两贝利的黄金。爱财如命的娜美听到这个条件，马上充满了干劲，加入了抬神教的队伍来。他们的目标就是赢得冠军。娜美带大家来到伐木场，想要赢得胜利，首先要准备一顶最好的轿子。听说伐木场住着本地最好的木匠，但是当他们来到木匠房子前面时，房内久久没有人回应。他们在门口等了一会儿，一条红色的布从里面飘出来，直勾勾地挂在娜美头上。一个光着下半身的男人走出来，哇，流氓啊！两位女助理姗姗来迟，为他挡上关键部位。他就是本镇最好的木匠弗兰奇。弗兰奇看到飘出来的红布在娜美手上，要他把兜裆布还给自己。娜美这才反应过来，刚刚自己的脸和兜裆布来了个亲密接触，气急败坏的还给对方。大家跟随弗兰奇进入工厂，里面摆放着一个巨大的电风扇。弗兰奇说这是他最得意的烘干装置——顽皮太阳窗。弗兰奇问他们想要制作什么样的神教，路飞兴奋地说要可以赢得胜利的神教。乔巴理性地分析了一番，说的倒是简单，看看其他参赛选手实力都很强大。首先是号称最快的暴走集团飞鱼鱼连队，以及恋爱和工作都要争分夺秒的罗拉飞脚变，这些都是以快闻名的队伍。还有很多其他厉害的队伍。乔巴看到一个队伍叫做恐怖商会，乌索普表示听都没有听过这个队伍的名字，说曹操，曹操就到。身后传来一阵尖锐的笑声，浩浩荡荡的一群鬼怪出现在门口。弗兰奇介绍，这就是刚刚提到的居住在异人街13层建筑物塔中，只进口不出口的批发商人恐怖商会。乌索普以为对方也是来找弗兰奇制造神教的，霍古巴克却嚣张地说轿子早就做好了，今天是特意来警告他们不要参赛的，因为参赛也是白费功夫。娜美看到对方这种的嚣张气焰，生气地向前理论，比都没有比过，怎么知道结果呢？这时路飞说老娘可是有官府背景的，官府背景的镇压似乎有用。临走前，霍古巴克还不忘警告他们不要和恐怖商会作对，否则不会轻易放过他们的。说完发现队伍只剩下他一个，其他队员早就跑了。看到对手落荒而逃，娜美觉得恐怖商会也不过如此。乔巴却猜测他们还会有后招。恐怖商会的到访让弗兰西充满了斗志，他下定决心一定要给小吃店风车屋队打造一辆最好的神轿，一定不能输给那群讨厌的家伙，一定要赢得胜利。晚上，小镇上的居民都进入了梦乡，街上却传来嘿咻嘿咻的训练声，吵醒了正在屋顶上睡觉的索隆。这是号称最快的飞鱼鱼连队，正在练习口号。首领迪巴鲁觉得这次的抬神教比赛冠军非他莫属，沉浸在一群美女对他表达爱慕的幻想之中。突然轿子向一侧倒去，抬轿子的手下报告少了4个人。迪巴鲁要大家依次报数，8个人不多不少，原来是4只怪物替代抬手站在了队伍中。另外那4个人全都躲在一个角落，抱怨生活的辛苦。不用想，这肯定是幽灵公主佩罗娜的能力了。此时佩罗娜从迪巴鲁身后出现，对他也使用了消极幽灵。迪巴鲁瞬间变得超级悲观，不断打砸自己的神教，将他摧毁。迪巴鲁的飞鱼鱼连队没有了神教，只能放弃比赛。恐怖商队成功摧毁了这支队伍，而这一切都被站在房顶上的罗宾看在眼里。次日，乌索普在河边钓鱼，好不容易等鱼儿上钩，钓上来的却是一具骨头。
吓得他撒腿就跑。骨头抓着乌索普不肯放手，跟随他来到娜美的小吃店，在这里吃饱喝足后，开始说自己叫布鲁克，但是除此之外他不记得任何事儿了。乔巴猜测布鲁克受到打击失去记忆，布鲁克摇头。大家听到头骨里面有响动，娜美还以为里面的螺丝松动了。布鲁克直接掀开头盖骨，从里面摸索出一根横笛，这神奇的身体结构让在场的人都感到惊讶。大家为布鲁克换了一身行头，每天跟着路飞、乌索普一起在小镇巡逻。布鲁克能够自由打开的头骨成为小孩的最爱。平时他和路飞、乌索普一起钓鱼，晚上就一个人吹着横笛。一个红月的夜晚，伊人街的高塔中传来霍古巴克刺耳的笑声。他在一张列有神教参赛队伍的纸上划掉了飞鱼联队的名字，接下来只剩下摇晃飞脚便和小吃店风车屋这2支队伍了。要是他们也弃权了，最后就是恐怖商会赢得胜利。霍古巴克冷笑着说出自己的计划。身后的佩罗娜提醒阿布萨罗姆要速度点去解决摇晃飞脚便的神教队伍。抬神教大赛的前夜，弗兰奇在工厂做神教最后的调试。卷奶带着吃的前来探班，殊不知门外有人埋伏已久，等待着摧毁小吃队的神教。摇晃飞脚便早就准备就绪，几名队员守在神教，防止有人搞破坏。然而众目睽睽之下，神教自己飞了起来，队员们马上追赶神教，这可是明天比赛要用的重要工具。此时刚刚吃饱的路飞、乌索普以及布鲁克刚好路过，看到悬浮的神教后，也加入了追神教的队伍中。走到一半，布鲁克就被几个蒙面人围住了。他发现对方是僵尸，吓得魂飞魄散。不等他逃跑，蒙面僵尸就冲他扑过来，眼看就要被僵尸团团包围。一道刀光从僵尸队伍中划开，站在中间的布鲁克从横笛中抽出一把长剑，一招革命舞曲突进击，迅速处理了包围路飞的僵尸。路飞见识到布鲁克的实力，拍手叫好。布鲁克却回过神来，觉得奇怪，为什么他会这种招数？这算是官方吐槽吗？闻讯赶来的娜美和山治找到他们，就听见前面传来木头破裂的声音。上前一看，摇晃飞脚便的神教已经被摧毁。这下这支队伍也没办法比赛了，只能弃权。乌索普意识到，如果这是以神教为目标的袭击，那小吃店的风车屋的教色也可能不保。娜美想起卷奶去送东西也有很久了，估计是遇到危险了。果然，在前往弗兰奇工厂的路上，卷奶被2只僵尸抓住，动弹不得。路飞直接过去将2只僵尸甩开。赶到弗兰奇工厂时，还是晚了一步。已经快完工的神教被摧毁得一塌糊涂，木匠弗兰奇已躺在废墟里奄奄一息。布鲁克突然觉得头痛欲裂，他回忆起很多画面，画面中出现的恐怖商会，他如何被人丢入水中等等。他想起所有的事情，站起来就说自己不能待在这里，因为他曾经是恐怖商会的一员。大家听到这个身份都不敢相信。布鲁克谢过大家的照顾后，消失在了月色里。刚刚破完神教的僵尸们准备回去向佩罗娜大人复命，上面还写着少女内裤使用说明，穿上内裤许愿就可以实现，但是只限美女。想要美女要穿着这条内裤许愿，山治马上眼冒淘气。布鲁克也想看，害羞地对卷奶说：“你能穿上这个给我看吗？”呵呵，卷奶一拳将他打飞。然而醒来之后的布鲁克又一次忘记了自己是谁。好吧，你真是够了。我是先锋君，咱们下期见。